大家好，我是李清泉。今天我们接着讲《修仙者笔记》。那这一章要谈的东西比以往更荒诞，就像笔记里写的，世间并无至高神灵，所有秩序都可能是更高存在布下的幻想。所谓文明、规则与宿命，不过是他们的棋局。那如此惊人的言论，那到底是谁在背后操控我们？故事开篇：1982年9月1日。四川北部，我今天才知道我生于1959年，有人说是60年，但那并不重要。我自幼随老师生活在北部的村庄，老师教我成人，授我知识。少年时期的我循规蹈矩，我对未来并没有太多幻想。直到那个阴雨连绵的夜晚，我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真正的顿悟。那些从天而降的符文刺破了我平静的人生。我与老师从旧界赶回村里。已是深夜，老师迫不及待从床下取出什么，神色凝重，还念叨着：世界并非我们看见的模样，而大多数人冥冥中有感知，却选择自欺。我以为他只是太累，没多想，正要转身离开，他忽然问我：你好奇吗？你想知道真正的世界吗？那一瞬间，我压抑旧的疑虑被老师一语道破，我只是点头，未发一言。老师淡淡的说：那就跟我来。我知道老师终于决定告诉我另一个阶段的故事。自小到大，我从不探问老师那些不属于我知道的秘密，这是我们师徒间长久以来的默契。我们进入内室，老师翻出一本手写的古籍，见阅书，纸页泛黄，文字晦涩，却写满了惊人的言论。世间并无至高神灵，所有秩序都是更高存在布下的幻想，文明、规则、宿命不过是他们的棋局。里面种种的内容看得我头皮发麻，若非老师一贯严肃，我简直要把这当成疯话。但老师轻声地告诉我，若不承认，一切可被推翻，你永远看不见更深的真相。此刻他的态度如同小时候教我识字一般。当我正要追问，老师却不知什么时候沉入了修行状态，我也只好作罢。事实上，最近的诸多经历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被人操控。我所谓的选择，真的是由我自己决定的吗？我们可以看到，这段他老师说的其实正是哲学家们长期探讨的问题。像叔本华、萨特等都质疑人的选择是否真正独立，或早已被潜意识或社会环境所左右。那现代物理的多重宇宙理论和量子观察者效应进一步暗示我们可能在更高维度被观察或操控。那也有学者基于历史上的谜团和巧合推测说，可能存在能塑造文明演化的幕后超凡势力。简而言之，我们的选择真的独立吗？还是只是更高维棋局中的一步？1982年9月6日，四川西南。过去几天，我频繁去老师房间，但老师总不在。直到今晚，他忽然留讯让我去四川西南方向的山口与他碰面。我如约前往，见他静静地站在风中，地面上刻着一个符号阵，微光闪烁，仿佛脉搏在跳动。阵线处，山体裂开一个口子，老师示意我跟随，步入那阴暗潮湿的地道。里头空气沉闷，四周静谧。老师运用符号之力贴近岩壁，墙面顿时显现出一排排古老文献。我仔细阅读目录，震惊不已。空白阶段据记载，人类曾被宣布灭亡后，因神秘力量而被重启。破晓者、堕道者、渊、修行者、空中之城大军、地质大军、元灵，这些诡异的名称仿佛暗示了超越人类的主宰力量。老师接着说，这些文献因太过危险而被打上荒谬的印记，你看到的仅是冰山一角，你还想继续吗？我点头应下。那时我的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我早在笔记开篇写过，这份笔记将记录我的奇遇，即便旁人认为荒诞，我知道这是我的真实经历，我也愿意承担这份命运。我看到其中有一条记载尤为醒目，那位大军自称父亲，率族人俯视人间，对手称旅人，却潜藏在人间深处，二者持续博弈，引发多次危机与重生。老实说，这两位大军也并非传说，而真正的掌控世界和平与动荡的力量。听到这里，我的思绪翻涌，难道我们所认知的秩序或许只是更高力量的恩赐或操弄？这种想法虽然过于骇人，但又和我心底种种的疑问暗自契合。那关于笔记中符号阵的能量，我已做过解释，我就不在此赘述。但他老师提到，这些文献因危险而被标记为荒谬，也符合人类历史中对离经叛道之事打压，因无法解释或恐引发恐慌，便将其封存。
1982年9月10日，四川北部，我找到老师追问更多。他说，天上之城从远古就存在，但并非飞艇或任何常规装置，而像是被大气层异常所托举，竞悬于云端，很少人见过，只有在某些重大的历史关头才会现世。他说，那城里住着金色夫人，个个俊美无比，皮肤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他们奉行名为金律的严苛准则：一、绝对忠于父亲及空中之城大军；二、履行对人类的恩养与宰制；三、任何违背者会被立即废除或流放。文献中也多有关于金色夫人的目击记录，说他们身披白金铠甲，从空中俯视人间，轻易左右政权兴衰。许多帝国的崛起与覆灭背后都可发现他们的干预痕迹。与之对立的是帝制大军，外界称其旅人，是一位游荡在人间的神祇，但每晚都会回到他潜居的某处神秘雨林。他为苦难者施援，被奉为救世主，并控制着一种生活在地下的生灵。但关于帝制大军的信息少之就少。老师提醒我，这位大军表面温和，或许对顺从者慈悲，但对违逆者也毫不留情。他们的力量侧重于精神共鸣与生态改造，不依赖于传统神术，却实实在在地操纵环境。所以他先生的善可能只是另一种形式的驯化。无论是空中之城还是地面世界，都在争夺人类的主导权。谁是真正的庇护者，谁又是幕后的操控者？文献并未给出答案。关于他笔记中所说的天上之城一直有争议，我们在一些动画片中见过。我认为可能是电离层能量场或等离子悬浮形成的空中大陆。金色夫人或许是基因工程的造物，那帝制大军可能利用植物基因改造灵脉能量、地热磁场异常，使雨林呈现荧光呼吸的特征。这等推断虽然听起来超乎寻常，却在当代科学观里并非毫无可能，只是高度突破目前的认知。那他们的对立本质更有意思，空中之城等于极端威权，雨林等于温和共生，但双方似乎均在争夺世界的控制权，这与我们现实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惊人的相似。1982年9月11日，藏南地区，天还未亮，老师就带我赶到藏南群山城。他指着一条仅容人匍匐前行的狭缝说，你若想知道更多，就进去看看。我用符号之力照着前方钻了几十米后，忽然眼前大亮，原来是个空旷的山洞，四壁镶嵌类似玻璃矿石，柔和却诡异的光让我毛骨悚然，仿佛脚下埋藏着无数的亡魂。我尝试靠近一块晶体，脑袋一震，验证了我的感觉，无数尖叫、母亲哭喊、枪炮轰鸣，以及仿佛末日降临的绝望一起涌入，我几乎崩溃。好在老师及时拍肩让我清醒。老师说，这些矿石会映射或放大内心最深层的恐惧与苦痛，若意志不坚，就可能彻底崩溃。更诡异的是，岩洞尽头有一个破损的神龛，龛中留了一个指孔大小的洞，据说你只要将眼睛贴上，就能看到过去未来的画面。可多数凡人只能见到自己无尽放大的欲望，最后永堕疯狂。只有极少数人能在对抗欲望后抵达那些画面。我瞧着那看，敬畏又恐惧，不敢轻举妄动。老师劝我说，如果你没有特别想看的，别贸然尝试，否则得不偿失。于是我退回，等日后再谋良机。在我们搜集的过程中，又冒出一些怪异的称谓。破晓者并非父母所生，而是因特殊能量场自发凝聚，天生强大，体质或灵能，效忠空中之城的那位父亲。少数叛离者则散落人间，自成派系。堕道者要么原是凡人，要么是破晓者的失败产物，染上黑暗技能后失之暴走，到处制造灾祸。对大军而言，他们不过是废弃实验品。渊是与人类不同的生物，拥有独立的历史和文化，似乎是帝制大军麾下的神秘部族。但是关于他们的介绍，就像帝制大军一样，少之又少。我越思越惊，那么看似平凡的人间，竟有这些超凡的势力在背后，而我们绝大多数竟毫无察觉。那以上作者说的，若从现代科学推测，岩洞与符文很可能是量子共振晶体，能与脑波同步放大负面情绪。那神龛孔更像是一种全息投影或量子信息装置，可揭示个人欲望或问题的核心画面。破晓者的能量聚合可能是由极端的量子场和高能辐射下自然胚胎形成，对能量具有高亲和力。堕道者可能就是基因或能量改造实验失衡的结果。那渊的描述类似于我们传说中那种地心人或蜥人的感觉。那两位大军的出现可能也解释了第4章我们讲的强大的元灵被人类夺取力量的原因。
那大家注意到了吗？笔记中的日期的变化了吗？9月10日，他和老师还在四川北部，对吧？到了9月11日，天未亮时就已经达到了藏南地区。虽然未具体说明地点，但从四川到任意的藏南地区，距离都超过3000公里，这种速度实在令人震惊。1983年1月6日，藏北地区。追随着线索，我独自来到了藏北一片废墟深处，发现一块断壁残垣，上面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人类的历史未贯通，虚无之境已降临，慎重抉择，72载轮回再起。生者趋于苍穹之位，或沉于地底之息，72乃循环一度。圣人者，凡人之躯，得天之秘。这些文字看得我毛骨悚然，尤其是当我想起旧界那位元灵曾对我说过类似的话语，更觉诡异。回到川北，我急忙将此事告诉老师，他神情凝重，提到古籍中确有记载说，一场足以让人类几近灭绝的大规模战役，最终由空中之主与地上大军联手重塑人类。这段历史被称为空白阶段。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怜悯还是另有算计，无人得知。老师说，那阶段被称为伪神时代，暗示人类或许只是某种更高文明的试验品。自那场实验后，每隔72年，大军们便以各种的方式对峙，方式不一定是战争，也可能是灵魂或时空层面的博弈。若失控，人类或再度灭绝；若调和成功，也只是进入下一轮循环。那最近一次对峙可以追溯到1859年，双方力量在岁差行至临界时最活跃也最危险。碑文还提到说什么呢？说圣人这个角色他并非神明，而是被命运选中的人类，在关键时刻对抗或调和这场对峙。尽管听起来荒诞，却为人类带来了一线希望。就像碑文所说，圣人觉者若能引大地之心抗天宇之势，否则人间归零。那如此说来，大军对峙大概贯穿古今，但是为何如此久远的跨度仍没有发生像史前一样毁灭的事故？难道圣人是其中的关键？根据他笔记中所说的，如果人类在史前遭遇灭绝，随后通过基因重置或生物炼成复活，那现有文件将无法记录那段历史，这与断代或空白阶段相吻合。他指出，最后一次记载在1859年，以这个为基点，我也查证了一下，发现每隔72年，世界便经历重大自然或人为灾害，不知是否是巧合。1859年，卡林顿太阳风暴袭击地球，全球电报网络瘫痪，文献记录北美见极光如白昼，东方目击诡异火光，甚至有记载空中之城虚影浮现。那再加72年就是1931年，当时西方呈现萧条与极端政治，我国发生特大洪水，上亿人受灾，社会动荡。再加72年就是2003年，SARS 疫情全球蔓延，美伊战争爆发，中东局势动荡至今。那所有这些事件都在72年的周期中恰好发生。那追溯更早，如1779年、1707年均有72年周期重大的变迁，印证了他笔记中说的大军的对峙贯穿古今，也许只是现代有更系统的记录。笔记还提到说，在岁差临近时，空中大军与地上之主暗中较量，力量最为活跃和危险。这时候他们似乎能够操控巨大能量，影响气候、地磁以及人类心智和政局。我试图去找到更基于物理的解释，我就发现太阳黑子11年一轮，若再叠加土木轨道周期，地球岁差或出现70至75年的混合周期，是极端气候和社会危机频发。但是否是他笔记中大军利用的能量点，我就不清楚了。我们都知道，岁差每移动一度即72年，也符合笔记所述的周期。比如说，若无圣人或关键人物干预，这些力量可能导致一次次空白阶段，即局部灾难累计，最终引发全面毁灭，人类被重新塑造。而最糟的是，如果他的笔记中所记载的是真的，我算完2003再加72，到2075年前后便又是下一个临界，而这次临界似乎更严重。还记得我们在笔记第1章中所讲的吗？就是83年9月7日，他与他老师同时看见了未来的画面，尽管模糊，但令人不安。但这次他看到了更清晰的景象，以下便是他看到的。1983年9月12日，藏南地区，陷入恐慌与迷茫的我不知何去何从。老师对我说，如果你已经做好决定，就回那洞穴看看，那里或许能让你看到最终的画面。我很矛盾，但还是回到了那个洞穴，把眼贴上了细孔。烈焰灼烧的天空，大地支离破碎，无数灵魂在苦痛中哀嚎。空中之城的大军与地质大军并肩而立，似乎在抵御更高维度的黑暗力量。
这个景象验证了9月7日我看到的预兆，南北方向星象发生微妙变化，逐渐排列成2个巨大的人形轮廓。原来这些轮廓正是2位大军，这也验证了他们不仅具有神性，也带有魔性。更诡异的是，在那黑暗背后隐约有一个更高维度的凝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讲了这个画面，好多人都说自己梦见过，对吧？难道2位大军曾一起拯救过地球？空白阶段是他们不得已采取的极端措施，或者有更大的幕后阴谋？画面消退，我回过神来再看下一幕，我发现现实世界已陷入极端异常。热带地区出现极光，全球气候紊乱，海水倒灌，地球频繁震动，各个国度措手不及。空中之城降临某大陆云端，光芒刺目。地质大军率领眷属从地底逼近，破晓者、堕道者、人类军队、宗教派系，所有势力都卷入这场巨大的漩涡中，仿佛远古的修罗场重现。所有迹象都指向72年对峙的终极时刻。在这场混乱中，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因为在古籍记载中，这种对峙在历史上从未涉及到人类政府和宗教派系。这次的情况或许更为严重。就在此时，圣人现世，我无法看清他的面容，只看到4种选择：一、投向空中之城，世界将在金律下获得威权统治，避免天灾但失去自由。第二个就是协助地质大军，人类保留更多情感与自主，但可能无法抵御更深层的威胁。第三，强行让2方和解，但似乎不能消除夙愿，或许会引发空白阶段。4，以人类之名挑战2位大军及未知力量，若失败，万物尽毁；若成功，或许迎来自立新世，人类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能力。我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却一切戛然而止，只剩下我的疑问：更恐怖的力量是否在暗中窥视？2位大军为何对人类反复轮回？是为了共同抵御某高维外敌，还是仅将人类视作玩物？我最终看到的画面是圣人抬头，电闪雷鸣，再次撼动黑暗的天空，仿佛末日降临。是人类浴火重生，还是重返空白阶段？我并没有看到答案。正如老师所言，当你以为走到尽头，才发现那不过是更深黑暗的起点，没有终章。答案或许就藏在电光与火焰的交织之处，等待那位圣人带来自由或一场全新的毁灭，来给出最后的注脚。朋友们，这期就到这里了。他的笔记世界观庞大且叙述凌乱，充满神秘，也不好发表。我的润色也只能如此。但以上就是他看到的最终画面，具体时间是否是2075或者更久远的未来，我暂时无法确定。大家可以将其视为修仙者的荒诞笔记，纯属虚构。以下和笔记无关，但以我们现在世界这个行情来看，要我们在深渊来临之前，先看清自己是谁，世界为何而转。好了，如果这个视频引起你的兴趣，欢迎你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别忘了点赞、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开启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新的内容。感谢你的观看，咱们下个视频见，谢谢大家。